女儿失踪后，我竟在她卧室的小镜子里听到了她的惨叫声。妈，救命！有人拿着刀过来了，他们好像要吃人。镜子那头，我18岁的女儿瘫坐在干裂的土地上，在她的身后，几个瘦的只剩皮包骨的流民正像饿狼一样逼近。我猛地扑向书桌，这面珐琅小镜子是我1周前从古玩市场淘来送给她的18岁生日礼物，谁知女儿收礼后凭空消失，今天竟出现在了镜子里。我急红了眼，伸手摸向镜子，却绝望地发现我只能摸到普通的镜面。看着镜子里惊恐大哭的女儿，我对着镜面嘶吼：夏夏别怕，按妈说的做。我的目光在镜子里疯狂搜寻能救命的东西。突然，我盯住了夏夏脚边一丛长满尖刺的灰绿色杂草。我小时候被这种草扎过，只要碰到皮肤，立刻就会起大片吓人的洪水泡。夏夏，拔掉你左边那个带刺的草，在你的脖子和手上用力划2下，划破皮，然后倒在地上翻白眼，全身发抖。夏夏哆嗦着手照做了，带刺的草划破了她的手，毒液渗进去，她的皮肤立马肿起一大片红亮的水泡。她倒在地上，不断的抽动身体，嘴里吐着唾沫。带头的男人停住了脚。大哥，这丫头身上长恶疮了，不会是传染病吧？旁边的人一边退一边喊：真晦气，赶紧走，被染上病咱们都得死。几个人捂着口鼻转身跑远了。看着他们走远，夏夏坐在地上，抱着满是洪水泡的手臂大哭起来。妈，好疼，他们走了。好孩子，做得好，你活下来了。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心跳得飞快，衣服全被冷汗湿透了。可是还没等我喘口气，麻烦又来了。镜子那边的太阳晒得地皮发烫，夏夏的嘴唇干的全是裂口。夏夏渴得没有力气了，倒在土坡旁边，到处都是干土，根本没有水。没有水，人连1天都撑不过去。我扶着桌子站起身。夏夏，站起来，把你身上的防风外套脱下来，妈教你怎么找水。这里都是干土，哪里有水啊？听妈的，找一个阴凉点的地方，用石头挖一个深坑，把你能找到的树叶草根全部扯断，扔进坑底，在最中间放一个空塑料瓶。夏夏一边喘气，一边用石头拼命挖坑。她的手指破了，可是她没有停下。坑挖好了，草放进去了，瓶子也放好了。现在把你的外衣盖在坑口周围，用土全部压严实，一点缝都不能留。在衣服正中间放一块石头，石头要正好压在瓶子的正上方。妈，好了，然后呢？等。我看着他，土里和草里都有水，太阳晒热了地皮，坑里的水变成热气往上冒，热气碰到你的衣服就会变成水珠，衣服中间被石头压低了，水珠就会顺着滑进去，落进那个塑料瓶里。几个小时后，天黑了，夏夏发抖的手掀开外套，借着月光，我们都看到了那个空塑料瓶的底下真的积攒了一小口干净的水。妈，有水了！夏夏双手捧着瓶子，把那一小口水倒进嘴里。她一边咽水，一边对着镜子大声哭。我隔着镜子摸着她的脸，眼泪不停地往下掉。我转身翻开桌上那本买古董镜子时附带的旧记事本，本子上写着：净莲异世，名曰大荒。大荒3年无雨，寸草不生。这不是普通的地方，这是一个3年没下过一滴雨的灾荒世界。熬过了第1天夜里刺骨的冷风，天又亮了。大荒里的太阳像是要吃人，刚一出来，地皮就开始发烫。夏夏昨天用衣服接的那一口水早就喝完了，但现在比可更折磨人的是我坐在镜子这头，看着夏夏捂着肚子缩在石头后面，她的肚子叫得很大声，整个人饿得都在发抖。我知道那种感觉，人要是几天不吃饭，胃里就像有刀子在嚼一样疼。妈，我饿得头晕想吐，我实在没力气走了。夏夏看着镜子，眼皮都快睁不开了，我心疼得直掉眼泪，双手死死抠着桌子边。夏夏，你撑住，妈给你想办法，妈一定给你找吃的。就在这时，夏夏转动了一下手里的镜子，我看到远处的干河床边上聚着10几个面黄肌瘦的逃荒人，他们正跪在地上，用手或者破木棍挖着什么，挖出来的是一块块白白细细的土块。那些人抢着把白土块往嘴里塞，嚼得满嘴都是白沫，往下死劲咽。有几个人吃完，原本瘪进去的肚子竟然真的鼓了起来，看表情好像真的吃饱了。夏夏的眼睛也直了，饥饿让她连土都想吃。她扶着石头站起来，咽着口水说：妈，他们在那边吃白色的土，好像能吃饱。我过去捡一点行不行？
就吃一口，我的胃实在太疼了。站住！别动！我吓得浑身打了个激灵，对着镜子撕心裂肺地吼了一声。夏夏被我吓得停住了脚。夏夏，你仔细听妈说，那土绝对不能吃。我急得满头大汗，指着镜子喊：乡下管那叫白泥，也叫观音土。当年大饥荒，多少人就是吃这东西死的。它会在你的肠子里吸水，变成硬块，不出3天，肚子就会活活胀破，死得惨不忍睹。听我说完，夏夏吓得往后退了2步，腿一软坐在地上，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这里连一根绿色的草都没有。妈，我真的要饿死在这里了。不会的，妈在呢。妈小时候在山上挖过粮，土里能长出救命的东西。我深吸了好几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脑子里回想着小时候跟外婆在荒山上找吃食的经验。大旱了3年，地表的植物全死光了。但是为了活命，有些植物的根会拼命往地下扎。夏夏，你擦干眼泪，往地上看。我死死盯着屏幕里干裂的土地，找那种又粗又灰的枯藤，最好在深深的干旱裂缝旁边的。夏夏擦了一把眼泪，手脚并用的爬着找，找了10几分钟，她的手突然停住了。妈，这根枯藤很粗，扯不断。顺着这根藤往下挖，用尖石头挖深一点。夏夏咬着牙，用尖石头死命的刨土，黄土干得像砖头。她的一双手很快就被磨破了皮，指甲缝里全往外渗血。看着女儿的惨状，我的心像在滴血，但我硬是咬着牙没喊停。在这个大荒年，想活命就得拼命。挖了差不多有半米深，夏夏的手突然顿住了。妈，有东西！他一边喘气一边用手刨，从干土里硬生生拽出来一个像手腕那么粗、长满泥灰和须根的土疙瘩。对，就是这个，这叫野果根，它的根扎得很深，3年旱不死，里面全是淀粉，能管饱。夏夏捧着那个泥疙瘩，像捧着一块金子，可是没有火，他根本吃不了熟食，而且在这个地方生活，有了味道，肯定会把周围那些饿红了眼的人全招来。夏夏用石头把外面的硬皮砸开，把里面的白心剥出来，弄掉泥巴，直接塞嘴里慢慢嚼。夏夏用石头砸开革根，里面的心又干又涩，她咬了一口，这种东西生吃带着一股子土腥味和苦味，她本来就恶心，刚嚼了2口，喉咙一缩，哇的一口全吐了出来。咽下去，夏夏别吐！我急得拍桌子，不管多难吃，咽下去它就能变成力气。你今天把这个咽下去，明天妈教你找更好吃的。夏夏满脸是泪，她捡起地上的半块革根，用袖子擦了擦土，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地嚼，一边嚼眼泪一边吧嗒吧嗒往下掉，最后硬着脖子强行咽进了肚子里。看着她吞下去那一刻，我捂着嘴也忍不住哭了。我细皮嫩肉的女儿现在正一口一口地吃着带苦味的生树根，一个拳头大的野革根下肚，夏夏原本惨白的脸色总算缓过了一点劲。妈，我肚子里有东西了，虽然难吃，但没那么疼了。夏夏喘着粗气，小心翼翼地把剩下的半截革根藏进衣服最里面的口袋里。好孩子，咱们不能在这儿待着了。我看着屏幕远处的地形，刚才那些人很快就会疼得发疯，而且这里没遮没挡。你顺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那边有一片干枯的林子，去边找个能藏身的地方。夏夏点点头，把那个防风外套重新披在头上挡太阳，拄着一根粗树枝，一瘸一拐地往林子的方向走。看着他艰难的背影，我把镜子端端正正地摆在书桌最中间。夏夏在赶路，我绝不能闲着。我转身翻开桌上那本买古董镜子时附带的无名旧记事本，这是我现在唯一能了解那个鬼地方的线索。我在地里跟庄稼打了一辈子交道，既然我的手伸不过去，那我就用我曾经在荒年活过的经验，给他当最厉害的外挂。我把夏夏刚才走过的地形、土壤的裂纹颜色全部在脑海里过了一遍。黄土层极厚，土质偏碱性。夏夏，你慢慢走，注意保留体力。我一边隔着屏幕叮嘱他，一边在笔记本上飞快地画着地形图。只有彻底摸清那个世界的环境，我才能告诉他下一步该往哪里走，该去找什么东西保命。直到太阳完全落山，屏幕那头的夏夏终于走进了那片干枯的林子。入夜以后，对面的温度降得极快，风吹在石头上发出呜呜的怪响。夏夏找了一个背风的土坎缩了进去，冷得嘴唇发紫。没有火，在野外不仅会失去体温，还随时可能遇到危险。夏夏，去找些干透的木头和碎草，咱们得生火。我合上笔记本，盯着屏幕说道：妈，我没带打火机啊。夏夏冷的声音都在打颤。别慌，这地方干燥，
到处都是死透的木头，正好生火。我随手抓起桌上的一根铅笔和一块橡皮，对着镜头给他演示。妈教你，解下你运动鞋上的鞋带，找一根稍微弯曲的粗树枝绑成一把弓，再找一块平整的软木头做底板，用尖石头在上面凿个小坑。夏夏强打起精神，在周围摸黑捡了木头回来，把一根笔直的木棍削尖，缠在鞋带上，尖头对准底板的小坑，找最干的树叶搓成粉，堆在坑旁边，双手大握助攻，用力前后拉。夏夏的额头上冒出了汗，一双手磨得通红。几分钟后，屏幕里终于冒出了一丝白烟，紧接着一小撮带着火星的黑褐色木屑掉了出来。快用碎草把火星虚虚的包住，轻轻吹气。我激动地站了起来，呼的一声，干草窜出了明亮的火苗。在这个黑暗世界里，一堆橘黄色的篝火终于亮了起来，火光照在夏夏满是泥土的脸上，把寒冷和恐惧赶走了一大半。夏夏，举着火把去周围看看，有没有一种树皮特别厚，上面有很多深深裂纹的老树。夏夏照做，很快就在土坎上方找到了一棵。妈，有，但是都枯死了。那种树的树皮有点像咱们这里的榆树，耐旱。我紧紧盯着屏幕，用专业的眼光确认后说道：你用石头砸开外面发黑的老皮，里面会有一层发白发黄的内皮，把它剥下来。夏夏听话的剥了一大捧内皮回来，我教他把这些皮放在平整的石头上，用另一块石头反复砸，原本干硬的树皮被砸出了黏黏的汁水。把你白天接的那口水倒一小半进凹进去的石头坑里，把砸烂的树皮放进去，架在火上烤着煮。没过多久，石头锅里的水开了，树皮里的淀粉化开，变成了一坨黏糊糊、带着淡淡草木香气的东西。夏夏用树枝挑起一坨，小心翼翼地吞了下去。夏夏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妈，是热的。虽然没盐没味，但在冷风呼啸的荒野，这口热气腾腾糊糊滑进胃里，简直像神仙赐的甘露。他狼吞虎咽地把剩下的全吃光了，满足地摸着肚子，靠在土墙上沉沉地睡了过去。看着夏夏睡熟的脸庞，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刚才夏夏抬头看天的时候，我在屏幕里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那个世界的夜空里，竟然挂着一红一白两个月亮。加上那本旧记事本上残缺不全的记载，我彻底确定了，夏夏去的地方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异世界。那本笔记上管这里叫大荒界，我又看了眼笔记上那句刺目的大荒界，天有双月，大旱3年，寸草不生，原住民食不存一。这不是普通的旱灾，光靠吃树皮和挖树根，夏夏绝对熬不过接下来的日子。我猛地站起身，走向阳台，外面的现代城市灯火通明，而我眼里却烧起了2团火。明天一早，我就要把所有能在极旱荒漠里生长的庄稼资料全部翻出来。我就算豁出老命，也要教夏夏在那个连草都不长的荒野里种出救命的口粮。天刚蒙蒙亮，一界的红色月亮还没完全落下去，毒辣的太阳就已经升起来了。夏夏被冻僵的身体慢慢缓过来，她揉了揉眼睛，爬起来。昨晚剩下的那点冷凝水已经喝光了，肚子里虽然有树皮糊糊垫着，但嘴里又开始像着火一样渴得难受。妈，我醒了。他对着镜子声音沙哑地喊了一声。我顶着2个大黑眼圈，把手里那本《旱地庄稼怎么种》合上。这一夜我没合眼，把能查到的在沙漠里生长的植物全记在了脑子里。夏夏，赶紧把那件防风外套穿上，拉链拉到最顶上。我盯着镜子，白天赶路最怕出汗，外套能把你身体里结的水分锁在件衣服里，慢慢用能保命。虽然会很闷，但能活着。夏夏听话地把外套裹紧，抓起那根粗树枝当拐棍，继续往前走。这片大荒比我想象的还要荒凉，连着走了3个钟头，别说水，连一根有绿叶的草都没看见。地上的裂缝越来越宽，风吹过来刮在脸上，就像刀割一样疼。就在夏夏走不动，准备找阴凉地休息的时候，前面的沙坡后面突然传来了几声有气无力的咳嗽。我心里一紧，夏夏，躲起来！夏夏赶紧趴在一个大土块后面，探出头，小心翼翼地往外看。沙坡下坐着3个逃荒的人，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带着2个看起来跟夏夏差不多大的黑瘦姑娘，她们瘦得像干柴棍，嘴唇全裂开了，靠在一起闭着眼睛喘气，手里连件像样的家伙都没有。大爷，我迷路了，你们刚才说的沙海是什么地方？老头睁开浑浊的眼睛看了看夏夏，苦笑了一声。丫头，你连这都不知道，那是咱们大荒西边的一片死地，但是传说那边的地下
埋着一种不会干死的黄面疙瘩，只要能挖出来，就能吃饱肚子。黄面疙瘩长在地下，耐极旱。我坐在电脑前，眼睛瞬间瞪大了。这特征跟地球上那些长在戈壁滩的抗旱鼠类一模一样。只要能找到这东西的种子或者根，就算这鬼地方3年不下雨，我也能教夏夏用土办法把它种出来。那2个黑瘦姑娘听了，绝望地哭出声。太远了，连着2天没喝水了，我们连这个坡都翻不过去了。夏夏看着他们干得发白的嘴唇，心里发软，转头看着手里的镜子。妈，你教过我的，遇上走投无路的人，能拉一把就拉一把。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在白天也弄到水？我咬紧牙关，盯着那几个快死的人，脑子飞快地转。地表冷凝法必须有植物和温度差，需要1整天的时间，现在根本来不及。我闭上眼，逼着自己把几10年的经验全翻出来。突然，我想起了一个极其极端的野外救急法子。有办法，但非常受罪。我猛地睁开眼。夏夏，你问他们，这附近有没有干枯的河床，或者哪怕是以前长过野草的低坑？阿爷，这附近有没有干枯的低坑？那边走100步，有个老泥坑，以前是个大水洼，现在早干涸了。去那个坑里，快！我催着夏夏，夏夏带着那3个人跌跌撞撞地挪到了泥坑底。这里除了裂开的土壳子，连一滴水都没有。夏夏，找坑底最低、泥巴颜色稍微深一点的地方，用石头挖坑，挖到土变得有点发黏发湿为止。几个人一听有水，也顾不上累了，4个人用手和石头拼命往下刨，挖了将近1米深，下面的土终于变了颜色。虽然没有明水渗出来，但抓在手里明显潮乎乎的。然后呢？妈，这只是湿土，根本挤不出水啊！夏夏急了，我死死盯着镜子，说出了最关键的一步。夏夏，把你的裤腿剪下来一撅，把你挖出来的湿土包进布里，像拧毛巾一样拼命的拧。那3个异界人全看傻了，他们从来没听说过土里还能拧出水来。夏夏二话不说，用尖石头割下一大块校服布料，抓了2大把湿泥塞进去包好。他咬着牙，双手死死握住布团两端，使出吃奶的力气往反方向拧。使劲儿！这点力气挤不出水来！我大吼着给他鼓劲啊！夏夏憋红了脸，手背上的青筋都爆了出来。布料被拧成了麻花。就在所有人以为这是白费力气的时候，吧嗒，一滴带着泥沙的黄水从布料最紧的地方渗了出来，滴在了干裂的土面上。老头和那2个姑娘眼睛瞬间直了。夏夏大喊：“快，张开嘴接着！”一个姑娘赶紧爬过来，张开干裂的嘴接在布团底下。夏夏拼命一拧，又是吧嗒几滴水落进姑娘嘴里。虽然带着土腥味，虽然只是几滴脏水，但在这要命的大旱里，这几滴水把快要闭气的嗓子眼硬生生给润开了。4个人轮流包湿土，轮流拼命拧，每个人都喝到了几口带着血腥味和泥巴味的浑水。喝完这口土里挤出来的水，那个老头突然扑通一声给夏夏跪下了。我们活了大半辈子，从来不知道连泥巴都能挤出救命水。丫头，你救了我们的命啊！夏夏赶紧把老头扶起来，自己也是累得满头大汗，但他的眼睛却特别亮。他偷偷对着镜子里的我说：“妈，你的法子真管用，救人的感觉真好。”我看着女儿破烂的手指和发自内心的笑，眼眶一热。在这个连草都不长的异世界，我的女儿不再是那个娇滴滴的娇小姐，她用地球上的智慧变成了别人眼里的活菩萨。老伯，夏夏擦了把脸上的汗问：“你们知道去沙海的路怎么走吗？”老头用力点头：“知道，从这儿往太阳落山的方向，走上7、8天就能到沙海边。”夏夏握紧了手里的木棍，看向我：“妈，咱们去沙海，去找那个长在土里的黄面疙瘩。”我把手按在电脑键盘上，眼神无比坚定。好，妈给你带路。只要咱们能把那东西挖出来，妈就教你在大荒种地。就算这儿天上有2个月亮，地底下的庄稼也得听咱们地球人的规矩长出来。既然定下了去沙海的目标，这支临时凑起来的4个人就立刻出发了。老头叫阿土，那2个黑瘦的姑娘，一个叫大丫，一个叫二丫。他们把夏夏当成了救命的活神仙，夏夏走一步，他们就跟一步。可大荒的环境比我想象的还要恶劣。到了晚上，天上的红色和白色2个月亮同时升起来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这里的星星
我根本不认识，没有北斗七星，没有北极星，在地球上很管用的夜间看星星找方向，到了这个异世界全成了废纸。夏夏看着镜子，累得直喘气。妈，咱们是不是走偏了？他白天不敢多出汗，只能趁着早晚凉快的时候赶路。可是周围全是一模一样的黄土坡，连个参照物都没有。别慌，星星变了，但太阳的规律不会变，只要它从东边升起，西边落下，妈就有办法定方向。第二天中午，太阳最毒的时候，我让夏夏找了一根笔直的木棍，把木棍直直地插在平地上。我盯着镜子里的木棍影子。夏夏，看到棍子影子的尖尖了吗？在那儿放块小石头做个记号。然后咱们就在阴阳处歇着，等2个钟头。大丫和二丫虽然看不懂夏夏对着一块小镜子自言自语什么，但也乖乖地跟着歇着。2个钟头后，我让夏夏再去那个木棍旁边，随着太阳位置的移动，木棍影子的尖尖也跟着移到了另一个地方。在现在影子的尖尖上再放一块石头，然后你在这2块石头之间画一条直线。我激动的声音从镜子里传出来。夏夏，第1块石头指的方向是正西，第2块石头指的方向是正东。顺着第1块石头的方向走，就是绝对的西方。这就是地球上最古老也最准的立竿见影法。只要有太阳，我们就绝不会在这个外星荒野里迷路。神了，丫头，你连不看天都能找到方向。老阿土看着地上的线，激动得直哆嗦。有了绝对的方向，小队的行进速度快了很多。饿了就找背阴的干泥沟挖葛根，或者包耐旱的枯树皮；渴了就找最低洼的泥坑，用衣服拼命的拧泥水。就这样生生熬了5天，他们终于走到了老阿土说的沙海边上。可是迎接他们的不是能饱肚子的神粮，而是一场铺天盖地的灾难。那天下午，原本毒辣的太阳突然被遮住了，天边翻滚起了一道足有几10层楼高、暗红色的可怕风墙。风墙推过来的速度极快，带着让人喘不上气的沙尘，连天上的光都被吞了。老阿土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绝望地哭喊起来：是黑风暴，大荒的死神来了，完了，咱们全完了。我隔着镜子看着那堵像海啸一样砸过来的沙墙，头皮一阵发麻。在沙漠里，这种超级沙尘暴能在一瞬间把活人的鼻子和肺里灌满泥沙，让人活活憋死。夏夏，不要跑，千万别顺着风跑，人的腿跑不过风暴。我对着镜子疯狂大吼。夏夏本来吓得想转身逃命，听到我的吼声，死死定在了原地。找地势最低的沟，快下去！夏夏一把拽住下滩的大丫和二丫，连拖带拽的把他们拖进了一条半米深的干泥沟里。全趴下，脸朝下，紧紧贴着地面，把你的方沟外套拉链拉到最高，把头全部罩住。妈，风太大，衣服要被掀飞了，把衣服脱下来一块，咬破手指，用血和泥巴糊在衣服上，捂住嘴巴鼻子。我急得双眼通红，在没有水的情况下，只能用泥巴混着血的粘性硬做一个能挡住细沙的口罩。夏夏没有半点犹豫，把原本剪破的裤腿又撕下一块，咬破手指，用血混着坑底的浮土糊在布上，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鼻子，又大声让另外3个人也照做。下一秒，暗红色的风暴轰然砸下，镜子里的画面瞬间变成了一片死寂的黑暗。狂风的呼啸声像无数只野兽在嘶吼，镜面剧烈的晃动，厚厚的沙土像下暴雨一样砸在夏夏的背上。我在现代的书房里死死盯着黑了屏的镜子，大气都不敢出，整整半个钟头。那半个钟头比我这辈子几10年还要漫长。风声终于响了。夏夏，你能听到妈说话吗？我贴着镜子，声音发抖。过了一会儿，镜子前面的土堆动了动，一只满是泥土的手伸了出来，艰难地推开身上的沙子。夏夏灰头土脸地钻了出来，扯下糊满泥沙的布条，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旁边的老阿土和2个丫头也像从坟堆里爬出来一样，虽然呛了不少灰，但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夏夏看着镜子，露出了2排大白牙。妈，我们没死。风过去了，我脱力地靠在椅背上，又哭又笑。这片异界的风暴没能杀死我的女儿，从这一刻起，大荒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轻易要了她的命。黑风暴过去后，眼前的地貌完全变了，原本被厚厚浮土盖住的地面被狂风刮去了一层，露出了干硬结块的戈壁滩。老阿土拍打着身上的土，看着前方起伏的沙丘，激动的老泪纵横。丫头，这就是沙海了，传说中的地方
真的到了！我立刻让夏夏把镜子对准地面，这里极其荒凉，不仅没有一滴水，连之前偶尔能见到的死树干都没了，完全是一片死气沉沉的干裂沙土。但是作为一个跟庄稼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农业人，我的眼睛在扫过镜子边上时，瞬间凝固了。夏夏，往你右前方走10步，蹲下看地面。夏夏赶紧走过去，蹲了下来，在坚硬的黄褐色土块缝里，夹杂着一些极不起眼、像枯草绳一样的干枯藤蔓。这些藤蔓紧紧贴着地面，如果不仔细看，根本分不清是土还是植物。顺着这些枯藤，拿尖石头往下挖！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变了调。夏夏和大鸭二鸭赶紧跪在地上，用石头拼命顺着藤蔓刨土。沙海的土比外面的还要硬，挖了10几分钟，夏夏的手上再次渗出血来。就在坑挖到差不多半个手臂深的时候，叮的一声，尖石头好像磕到了一个有点发闷的硬东西。夏夏丢掉石头，用双手扒开泥土，一个足有成年人拳头大小、表皮粗糙成土黄色的椭圆形疙瘩，被他硬生生从土里拽了出来。阿爷，真的有，这地下真的长着黄面疙瘩。夏夏把那个东西凑到镜子前，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硬邦邦的，跟石头一样，能吃吗？我死死盯着那个东西的表皮纹路和藤蔓接口，激动的一把拍在电脑桌上，连茶杯震翻了都没发觉。能吃！夏夏，这是大荒的宝贝。从庄稼学上看，这东西特别像地球上高产抗旱的野生木薯，或者某种土豆的老祖宗。我太知道这种东西的价值了。在极端缺水的情况下，它地上的藤蔓会很快枯死，但它会把所有的营养和水分死死锁在地下的疙瘩里，进入休眠。只要土不被彻底翻开，它能在地底下熬上好几年。用石头砸开看看。夏夏用力把那个黄疙瘩砸成2半，里面并不是干枯的纤维，而是呈现出一种淡淡的乳白色，甚至能看到极细的汁水反光。这是满满的淀粉和生命力。别生吃，这种野生疙瘩大多有点涩或者微毒。生火，把它扔进火堆里烤熟。夏夏立刻用公钻法生了火，把挖出来的几个黄疙瘩直接扔进了炭火里。过了一会儿，一股浓浓的像烤红薯和烤板栗混在一起的香味从火堆里飘了出来。这香味在这个除了土腥味啥都没有的荒野里，简直馋死了人。夏夏用木棍把烤得发黑的疙瘩剥出来，剥开外面那层焦糊的皮，里面竟然露出了金黄软糯的瓤。他吹了吹，咬了一大口，那一瞬间，夏夏的眼睛瞪得圆圆的。香甜、软糯、滚烫，这根本不是那苦涩的葛根和黏糊的树皮能比的，这是真正能让人吃饱、吃出热量的好粮食。老阿土和大鸭二鸭各分到了一个，3个人捧着那金黄的疙瘩，一边吃一边给夏夏磕头。丫头，你是天上下来的神仙啊！这传说中的黄面疙瘩真让你给刨出来了。夏夏嘴里塞满了软糯的淀粉，含糊不清地对着镜子里的我傻笑。妈，真香！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看着女儿大口咀嚼的样子，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我们走通了。但我知道，靠挖这些零零散散的野生疙瘩，根本救不了他们一辈子，也挡不住大荒漫长的天灾。夏夏，吃饱了就开工。我看着满地的戈壁滩，眼神变得前所未有的坚定。从今天起，除了吃下肚的，把这片沙地里能挖出来的黄面疙瘩全收起来。妈要在现代帮你设计一整套旱地土罐子浇水法。咱们不光要吃，咱们要在异世界的死地里开荒种田。沙海底下的黄面疙瘩被我和夏夏取名叫大荒鼠，它简直是老天爷赏的保命符。接下来的3天，夏夏带着老阿土和2个丫头像梳头一样把那片沙海翻了个遍。为了不浪费水分，他们白天就挖个深坑把自己埋在沙子里睡觉避暑，到了傍晚2个月亮升起来，凉快下来后就点起火把拼命挖。整整4天，他们挖出了足足2大堆大荒薯，堆得像小山一样。老阿土看着那些粮食，乐得合不拢嘴。丫头，有这些疙瘩，咱们熬过这个冬天绝对没问题了。阿爷，这些不能全吃了。夏夏抹了一把脸上的泥，转头看向镜子里的我，我点点头，开始远程指挥第一步。夏夏，把你挖出来的大荒薯分分类，挑出那些个头中等、皮没有破、带有一点点小芽眼的留在一边。这些是咱们的种子，绝对不能吃。大鸭和二鸭很不理解，在这个饿死人的地方挖出来的粮食不吃，还要埋回土里去。但夏夏现在对我的话深信不疑，立刻硬分出了1/3品相最好的种属。夏夏看着周围干得像石头一样的沙土，妈，种子有了，可是地怎么办？这种地连杂草都不长，种下去也得旱死啊！
我盯着电脑屏幕上连夜做出来的小模型。如果是撒种子，那肯定是死路一条。但在严重缺水的地方，咱们不用大面积浇水，咱们用顶点慢慢渗水法。夏夏问了阿土，这附近有没有那种粘性很大、晒干了像石头一样硬的泥巴，也就是咱们之前集水的那种粘土？有，往回走半天，那个老泥坑底下的土全是红黏泥。阿土赶紧点头。好，带上水和干粮，去那个泥坑，咱们要烧陶罐。这套法子是我根据地球古代西域干旱地区的埋灌渗水法改的。夏夏他们用布包了几10个大荒薯当口粮，走回了那个泥坑。在我的指挥下，4个人开始挖最底下的红粘土，把土和匀，一点一点掺水，别用喝的水，用那个泥布拧出来的脏水就行。把土捏成一个个像大葫芦一样口小子大的罐子，最要紧的是罐子底不要捏得太厚。虽然做得歪歪扭扭，但在求生欲的驱使下，他们很快捏出了20几个大肚泥罐。生火，把火烧到最旺，把这些泥罐扔进去烧硬。1天后，这些简陋的泥罐被烧成了粗糙的陶罐。虽然不防水，表面全是细小的眼儿，但我要的恰恰就是它漏水的性子。行了，带着陶罐和种薯回沙海边上，找一处两边有大石头挡风的地方。咱们开始开荒。回到沙海，夏夏用带过来的粗树干当工具，硬生生在坚硬的戈壁上挖出了2道浅浅的垄沟。接下来的操作彻底颠覆了那3个异界人的认知。在每2棵种薯中间的空地上挖个深坑，把烧好的陶罐埋进去，只露出一个小罐口。我指挥着夏夏的动作，陶罐不要离种薯太远。夏夏埋好陶罐后，按照我的要求，把他们每天晚上拼死用衣服接来的本来就不多的一点点救命水，小心翼翼地倒进了那些埋在地下的陶罐里，然后用一块石头盖住罐口，防止水被太阳晒干。丫头啊，这是造孽啊！那么金贵的水，你怎么倒进破泥罐里埋起来了？这土吸水那么快，一下就全干了。老阿土心疼地直拍大腿，夏夏也有些心虚地看着镜子。妈，这真行吗？别怕，这叫土罐子慢慢渗水法。我胸有成竹地解释，水如果直接泼在干土上，太阳一晒，立马蒸发光了，庄稼根本吸不着。但放在陶罐里，盖住罐头，水就不会往上跑。陶罐不是完全防水的，水会顺着罐子底下的小眼儿，一滴一滴极慢地渗进周围最深层的土里。而庄稼的根会自己找水喝，大荒熟的根为了活命，会拼命朝着埋陶罐的方向长，把根须死死扎在陶罐外壁上，一点一点吸那些渗出来的水。这样每一滴水都会精准地进到庄稼身体里，一点都不会浪费在地皮上。听完我的解释，夏夏的眼睛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她转过头，对着那3个看呆了的一行人说：“阿爷，这叫科学。”接下来的半个月是最难熬的半个月。他们每天的日常就是晚上在寒风里用外套接水，用湿泥凝脏水，然后把大半的水极其珍惜地倒进地下的陶罐里，剩下的一小半用来勉强吊住4个人的命。为了增加地力，我甚至要求夏夏把他们每天的排泄物收起来，混着挖出来的枯草烂树叶，埋在离种薯稍远的地方沤着，等沤熟了再施在陶罐附近。时间一天天过去，陶罐里的水添了又渗，渗了又添，可是沙海的土面上连一丝绿色的影子都没有。夏夏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嘴唇因为长期缺水干裂得像老树皮。老阿土虽然没说什么，但眼神里的光已经快熄了。第16天傍晚，夏夏虚弱地靠在石头上，看着毫无动静的黄土，声音里带着绝望的哭腔：“是不是这法子不行？”我坐在现代舒适的房间里，看着满桌子的资料，手心里全是冷汗。按理说，时间应该够了，难道这异星的庄稼和地球不一样？再等3天，夏夏，相信妈，庄稼发芽需要攒劲儿。我咬着牙安慰他。第17天没动静，第18天，一场没防备的狂风卷过，把好不容易平整的垄沟吹得有些走样。第19天的清晨，2个月亮落下，太阳升起的第一缕光照在沙海边上的戈壁滩上。夏夏拿着木棍，习惯性地走到地边，准备去检查陶罐。突然，他的脚步猛地停住了，他直愣愣地站在那里，揉了揉满是沙尘的眼睛，然后扑通一声跪倒在干硬的黄土地上，双手疯狂地颤抖着，扒开表面一层薄薄的浮沙。“阿爷，大丫、二丫，你们快来看，快来看啊！”夏夏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带着狂喜的尖叫，声音大的我在这边的镜子里都听得一清二楚。老阿土和2个丫头被吓醒了，连滚带爬地冲了过来。在他们眼前，在那片原本只有死寂和黄土的戈壁滩上，一颗微小的、带着不可思议的绿意的嫩芽
顶开了一块小小的干土壳，极其倔强地从地下钻了出来，迎接着异世界的阳光。那是绿色，是在这片3年寸草不生的大荒里唯一的一抹绿色。发芽了，长出来了，长出来了！老阿土跪在地上，干枯的双手想去摸那片绿芽，又怕把它碰坏了，最后整个人趴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大鸭和二鸭更是抱在一起，哭得泣不成声。夏夏把镜子端到那片嫩芽前面，眼泪把脸上的泥巴冲出了2道白印。妈，你看见了吗？种出来了，咱们的法子成功了！我看着镜子里那比针尖大不了多少的绿色芽苞，死死咬着嘴唇，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砸在桌面上。那是种地的力量，是地球文明在这片残酷异星上生生劈开的一条活路。我擦干眼泪，眼底烧起熊熊的斗志。看见了，好孩子，这只是一颗，过2天剩下的都会破土而出的。看护好它们，别让任何野兽靠近。只要这一批大荒薯长出来，咱们就有了无数的种子。咱们要把这片戈壁种成大荒最大的绿洲。随着第一颗芽苞的出现，接下来的几天里，地里陆陆续续钻出了10几个小绿芽。他们4个人像是看护绝世宝贝一样，轮流守在地边上。有了盼头，连每天艰难汲水和啃难吃的树皮都不再觉得苦。然而，大荒的残酷绝不仅仅只有天灾。就在幼苗长出2片完整的叶子，长势喜人的时候，麻烦找上门了。那天傍晚，夏夏正在给陶罐添水，远处的沙丘上突然传来了杂乱的脚步声和凄厉的惨叫声。我透过镜子的反光看到，一群足有20多个人，拿着削尖木棍和生锈铁器的壮汉，正撵着10几个瘦弱的原住民往这边走。这群人虽然也瘦，但眼神凶狠，动作利索，显然是一群有组织的流窜犯或者人贩子。而他们的头一眼就看到了沙海边那一抹刺眼的、绝对不该出现在大荒里的翠绿色。老大，快看那边，是绿叶，那是活的庄稼！一个小喽啰指着夏夏的方向尖叫起来，声音里透着疯狂的贪婪。那流窜犯头子的眼睛瞬间红了，他一脚踹开挡路的人，死死盯着那片试验田，举起手里的砍刀，给老子围起来！地里的东西，连那几个活口，全都是老子的！20多个拿着家伙的流窜犯，对上4个手无寸铁、面黄肌瘦的老弱病残，这是一场没悬念的碾压。夏夏吓得脸煞白，他下意识地张开双臂，像一只护崽的老母鸡一样，死死挡在那10几颗刚刚破土而出的嫩芽前面。大鸭和二鸭吓得直哆嗦，但还是捡起2块石头站在了夏夏身边。老阿土更是红了眼，举着那根干树枝，摆出了一副要拼命的架势。谁也不准退，那是咱们的命！老阿土喉咙里发出野兽一样的嘶吼。我在镜子这头，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就算大荒薯种出来了，如果夏夏被杀了，这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夏夏，别硬拼，你们打不过他们的！那个头子看着他们几个那副孱弱的样子，发出一声残忍的狞笑。不知死活的东西，男的杀了，女的绑走。那片绿叶地给老子圈起来，这是老天爷赏咱们兄弟的摇钱树！喽啰们像狼群一样扑了上来，距离只剩下不到30米。我死死盯着镜子里的一切环境：沙丘、石头、火堆的灰烬，以及他们平时沤肥用的那个浅坑。化学，我要用地球的基础化学常识，在异世界打一场防卫战。夏夏，听我指挥，咱们跟他们玩阴的！我大脑在极其危急的压迫下，爆发出惊人的冷静。快，让阿土把你们生火用的火把全部点着！大鸭、二鸭，去咱们沤肥的那个土坑，抓起旁边那些平时埋粪便和草木灰的碱性干土，用衣服兜着，跑到上风口去。现在刮的是西风，而流窜犯正好是从东边顺风跑过来的。虽然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夏夏完全服从命令。阿爷，点火！大鸭回上风口！在流窜犯冲到距离不到15米的时候，大鸭、二鸭兜着满满2包带着极强刺激性、草木灰碱性的干土粉末，站在了高高的石头上风口。往他们脸上扬！2包干到极点的碱性粉末顺着狂风，瞬间呼了冲在最前面的几个流窜犯一脸。草木灰里含有碱性东西，一旦碰到人眼睛里的黏膜和汗水，会立刻烧得生疼。我的眼睛！冲在前面的几个喽啰瞬间捂住眼睛，扔掉家伙在地上痛苦的打滚哀嚎。别停，夏夏，把点着的火把扔进沤肥坑周围的干草袋里，再把你们这几天挖出来的那种带怪味的色树皮全盖在火上。那是几天前夏夏挖回来的一种外星树皮，因为有一股极强的辛辣味咽不下去，被扔在了一边。在植物学里，带有强烈辛辣和苦味的植物
大多含有刺激性的挥发油。夏夏反应极快，把火把扔进干草，然后把一大堆色树皮死死盖了上去。没有充分燃烧的地方，树皮和干草只冒出了一股股浓烈、刺鼻、黄绿色的毒烟。这股烟顺着风直接灌进了流窜犯的队伍里。这是什么药法？毒烟呛得流窜犯们剧烈咳嗽，眼泪鼻涕一起流，吸进去一口就像肺管子着了火一样，连眼睛都睁不开。原本气势汹汹的队伍瞬间乱成一团，互相推搡踩踏。这就是地球防暴警察用的催泪瓦器的土办法。我咬着牙看着那些在烟里挣扎的坏蛋，眼里没有半点同情。那个头子虽然也呛得直咳嗽，但他极其凶悍，闭着眼睛挥舞着砍刀乱砍。别退，冲过去杀了他们！夏夏，最后一招，你们有衣服拧水用的布，把它点着，扔进陶罐里的干沙土里。夏夏毫不犹豫，把布条点着，用力抛向那个头子脚边的一处因为干旱而形成的空心沙窝。轰一声闷响，夹着沙尘和火光，在那头子脚边炸开了。那是极其干燥的环境下，细小的灰尘在闷罐子里遇火的反应。虽然威力远远比不上炸药，但在这些连自然常识都不懂的一介古代人眼里，这简直就是平地响雷的神法。打雷了！神法，他们有神灵保佑！不知道哪个流窜犯在毒烟和爆响中吓破了胆，尖叫了一声，转头就跑。害怕是会传染的。随着第一个人逃跑，剩下的流窜犯再也顾不上那片绿叶子，丢盔弃甲，连滚带爬的消失在沙海尽头，甚至连之前抓来的10几个原住民都扔在了原地。看着满地狼藉的沙坡，夏夏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衣服全湿透了。老阿土和大鸭二鸭则是一脸敬畏地看着夏夏，仿佛在看一个真神。不用刀枪，光用土和烟就能把坏人打跑。丫头，你到底是哪里来的神仙啊？夏夏看了一眼镜子，笑了。阿爷，我不是神仙，但我有个很厉害的妈。流窜犯跑了，但留下了那10几个被他们抓来的原住民。这些人都瘦得像骷髅，原本以为死定了，看到夏夏他们赶跑了坏人，纷纷跪在地上磕头求收留。夏夏看着这10几张绝望的脸，转头看我：妈，咱们留不留？陶罐里的水只够浇了那10几棵苗的，这么多人，咱们养不起啊。我盯着电脑屏幕上刚刚建好的大荒地制图，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留，全留下。我目光如炬。夏夏，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想把这片试验田变成大农庄，光靠你们4个人挖土捏陶段，累死也种不出几亩地，咱们需要人手。可是水，妈带你们去地下抢。夏夏，告诉他们，想活命就得绝对听你的命令。我指着那10几个原住民，下了死命令。只要肯干活，你保证他们都能吃上热乎饭。夏夏站起身，虽然穿着破烂的衣服，但身上已经有了那股不容置疑的气场。他用从流窜犯那里捡来的砍刀指着地上的大荒薯。看到这些黄面疙瘩了吗？从今天起，你们归我管。谁干活拍力，谁就能吃饱肚子。绝境中的人，有口吃的就能拼命。10几个劳力瞬间被收编，我立刻给他们分派活。4个人负责到处去搜刮干枯的树皮和柴火，6个人负责去那个老泥坑挖粘土，烧制几百个新的滴灌陶罐。剩下的人跟着夏夏进行最重要的一步，找地下水。夏夏看着无边无际的戈壁，一筹莫展。妈，在这沙海里怎么找地下水？土干的连一丝缝都不裂了。表面干不代表地下干。我在键盘上敲出了一张古代西域的地下暗渠图。夏夏，大荒鼠之所以能在这个地方的地下活那么久，说明在很深的地下一定有很弱的水层。大自然会留下痕迹，带着人去找地势稍微低压的地方。如果看到有些沙土表面在早晨有极细的像白霜一样的粉末，那叫盐碱结晶，那就证明地下水分曾经往上跑过。夏夏带着人在太阳底下暴沙着寻找，终于在一个背阴的大沙坑底部，他发现了一片泛着微微白色的土壳。我在屏幕前精神大振，就是这里。夏夏，教他们挖深井，不是直直的往下挖，因为沙土太松容易塌方。我教他们挖台阶坑，先挖一个大大的倒锥形坑，然后像走楼梯一样，一层一层往地下深处掏。10几个人轮流用捡来的铁器和尖石头往下刨，挖了2米，沙子还是干的；挖了4米，下面的土开始变硬，呈现出一种暗褐色。妈，土硬的挖不动了，这是隔水层。别停，水就在下面，
把陶罐砸碎，响了当铲子，继续挖。挖到第6米的时候，底下那个原住民突然发出了一声变了调的尖叫。是的，土是湿的，出水了！老天爷啊，出水了！那个人疯了一样用手刨，一股带着浓重土腥味的泥水缓慢地从地下暗河的缝里渗了出来。虽然水量很小，很快在坑底积成了一个小水洼，但对这群已经1年没见过明水的人来说，这简直就是神迹。所有人都趴在坑底，用手捧着泥水往嘴里灌，一边喝一边哭。夏夏看着水，眼泪再次决堤。有了水井，虽然水量小且浑，但配上我教的陶罐渗水法，绝对能把有限的水用到极致，一滴都不会浪费。接下来的2个月，这片原本死寂的沙海边缘发生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每天晚上都会坐在电脑前，翻着资料，隔着时空指挥。夏夏，水井的水量太小，如果一直舀，水位会下降。咱们要教他们挖地下连渠。我指挥他们顺着水脉的方向，在相隔10米的地方再挖一口深井，然后在地下挖一条极窄的通道，把2口井的底部连通起来，这样地下的暗水就会在封闭的暗渠里流动，既不会被太阳晒干，又能大大增加蓄水量。在地下连渠的滋润下，原住民们烧制了几百个陶罐，种下了一批又一批的大荒薯种属。那10几颗最早种下去的嫩芽，现在已经长成了大片墨绿色的肥厚藤蔓，死死抓着地面，享受着地下陶罐源源不断渗出的水分。而在这个过程中，这片土地的生机吸引了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流民，从10几个人变成50个人，再到300人。夏夏在我的指引下，不仅没有赶他们走，反而定下了一套极其严格的营地规矩。营地外头300步，挖防火防贼的壕沟，所有屎尿必须统一倒在下风口的深坑沤肥，谁敢随地大小包便脏了水源，直接撵出去。吃水必须烧开，生病的人单独住一个帐篷区，用草木灰洗手。这些在现代人看来最基础的卫生常识，在这个连洗澡都是做梦的异界大荒里，就是崭新的规矩。300多人的营地不仅没有闹一场食疫，所有人的身体反而肉眼可见地壮实了起来。夏夏被这300人尊称为大荒神女，老阿土成了营地的大管事，而每天晚上夏夏对着那面镜子低声汇报的动作，也被他们敬畏地认为是神女在与天外的造物主说话。但我知道，我不是什么造物主，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地球母亲，一个把一辈子种地本事全掏出来的老农机缘。时间转眼过去了4个月，大荒的2个月亮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气温在慢慢降低。而在沙海的边缘，曾经那几块垄沟，现在已经变成了足有上百亩、盖满墨绿色藤蔓的大农田。陶罐里的水养活了地下无数个黄色的块茎，藤蔓在地面上贪婪地吸着阳光。那天傍晚，我坐在屏幕前，看着藤蔓下面开始变黄、枯萎。夏夏，我轻轻开口，声音里带着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的颤抖。到时候了。夏夏愣了一下，随后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他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阿爷，大鸭二鸭，带上所有人，拿上木棍。夏夏的声音在辽阔的营地里回荡，带着不可阻挡的气势。300多个曾经等死的难民，浩浩荡荡地聚集在最大的第1号试验田前，每个人都屏住呼吸，连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他们只知道神女在种一种传说中的黄疙瘩，但谁也没见过到底能种出什么。夏夏下达了命令，老阿土激动得手都在发抖。他走到第1颗最初种下的大荒薯藤蔓前，小心翼翼地刨开了上面干硬的浮土，绕开陶罐，沿着主根深深挖了下去。泥土被翻开的一瞬间，所有人的呼吸都停了。在那坚硬的泥土下，原本只有拳头大小的半个种薯，现在竟然结成了一大串，每一个大荒薯都有成年人的小臂那么粗，表皮因为吸饱了水分和养料而撑得有些裂开。5个、6个，足足一串大荒薯被老阿土从土里生生拔了出来。粗略一算，单单这一颗藤蔓下长出的疙瘩就重达10几斤。这是地球基因和现代滴灌技术与异星耐旱植物完美结合后结出的生命奇迹。老阿土直接跪在了地上。老天爷呀，这是粮啊！这是能让人活一辈子的粮食啊！收粮了，大光收粮了！300多个人疯了一样扑进农田里，顺着藤蔓开挖，黄色的块茎像金子一样被接连不断地翻出泥土，堆成了一座又一座的小山。那是几千斤、上万斤的粮食，在这个饿殍遍野、人吃人的大荒，这上百亩的庄稼比命还金贵。夏夏站在粮山前面，用脏兮兮的手背抹去眼泪，将那面小镜子高高举起，对准那片奇迹般的农田。你看，你教我种出来的，我们有粮了，这里的人再也不用饿死了。我坐在舒适的椅子上，隔着屏幕看着那些跪在地上清粮食的一行人，看着我女儿黑瘦但笔直的身影，哭得像个孩子，却笑得无比骄傲。种地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不让任何一个生命因为填不饱肚子而死。就在我们沉浸在丰收的狂喜中时，镜面突然发出一阵极微弱的闪烁，那白光像风中的残烛一样跳了2下，我心里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从穿越到现在，这面镜子的能量显然快要耗尽了。夏夏，听妈说，我顾不上抹眼泪，镜子要不行了，咱们的通话可能随时会断。妈，你别吓我，你不能走啊！孩子，你听好，我逼着自己用最冷静、最温柔的声音对他说：大荒鼠的种法你已经全学会了，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是保住这些粮食。有这么大的粮仓，必定会引来更大规模的流窜犯，甚至是这个世界军队的抢夺。妈教你的最后一课，叫做修墙广积粮，用你的地下连渠，用足的食物招揽着大荒所有的壮年流民。不干活的不要，品行不端的不要，用泥巴和石头在这片农田外头修起高墙，用草木灰有毒的植物做出更多的呛人烟雾弹。妈不要你称霸，妈只要你在这大荒没人敢惹，好好活下去，活出一个人样来。夏夏咬着嘴唇，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但她没有像第一天那样崩溃大哭，而是重重地点了点头。妈，我记住了，我不哭。我林夏是地球农议员的闺女，也是这大荒的神女。她挺直了脊背，这口粮我替你吃了。妈，这辈子谢谢你逼我学种地。镜面上的白光最后剧烈闪了一下，发出一声轻响，彻底暗了下去。小镜子变成了一块普通的玻璃，里面再也映不出黄沙和2个月亮，只剩下我满脸泪痕的脸。我静静地坐在书房里，双手颤抖着抚摸着那块再无动静的镜面。通话断了，但我知道我的女儿没有死在那个残酷的异性，她在那片干涸的土地上亲手建立起了一个再也没有饥荒的国度。10年后，我带着老花镜，正在给新进来的一批年轻大学生做培训。农业是一门枯燥的学问，但它更是人类对抗灾难最后的底牌。我看着讲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微笑着说：不管在什么样的绝境里，只要手里有种子，脑子里有知识，人就能活下去。下课后，我走出会议室，阳光洒在现代城市平整的街道上。我回到办公室，从抽屉最深处拿出了那本当年买古董镜子带着的旧本子。10年前通话断了后，这本原本写着大荒3年无雨的本子，后面的空白页上竟然神奇的自己浮现出了一行行新的字迹。那是那个世界的历史正在被我女儿改写。我抚摸着最后一页上的那段古文记载，眼角满是笑意。大荒历5年，神女临世降世杀害，受土灌渗水法，引地下暗渠，种大荒神属。10年，大荒再无饿死之人，万民筑高墙100丈以护神田，历时项羽杀害，尊其为农天尊。神女终生未婚，常对疑似敬其物笑语，似与造物者通。我合上本子，看向窗外湛蓝的天空，风吹过楼下的试验田，麦浪翻滚，那是我的女儿在光年之外的一星给妈妈最伟大的回音。